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慢生活后院种植。4月中旬了，相信在南方的小伙伴春播已经开始收获满满了。我喜欢种植，也喜欢和爱种植的朋友分享、交流真实的种植体验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。话说，今年我家3月的菜园种植交了妥妥的白卷。3月等着天气转暖，甚至忍不住在还没有解冻的菜地翻土，那积极的根本不顾自己还穿着羽绒服在菜地劳动。不过今年天气非常不给力，除了我不停地抱怨3月下冰雹下雪，到4月了，除了4天左右天气突然升温到20几度，夜间10度以外，其他时间除了3天2头的下暴雨，气温一直在几度至10几度和零下徘徊。4月初还在穿羽绒服，连我家的树都被整懵了。开开心心的开满了满树的花，只开了几天，突然又降到零下，这花落得满是惆怅，就更别提菜地了。种子撒下去根本长不起来，每天早上都是冰霜，这小芽撑得可辛苦了。现在4月底了，下了几场春雨，种子都冒出了小芽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我这光秃秃的菜地有些什么吧。虽然室外3月种植交了白卷，室内育苗还是不错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的室外菜地和室内育苗的情况吧。这是早春3月份我种在地里的蚕豆，因为天气实在不够理想，所以它们长得并不好。你们看看这些小油菜，真的是让人操心。个子没长多少，但是已经开花了，就是因为这忽高忽低的天气，已经有花苞了。这是今年刚入手的迷迭香，我分了1株出来种在地里，里面有3颗，分了1颗出来。天气不好，所以发芽率相当的低。你看这些紫色的小白菜，虽然发芽了，但是发芽率很低，只有几颗。这些小小的呢是紫苏，每年它们自己撒在地里，自己长出来，到时候只留几颗就可以了。这些是我种在种植袋里的草莓，本来已经有100多颗了，从地里把它们挖出来以后，就减少了不少，然后我又分了几株出来。我把分出来的草莓放在了这个容器里面，每一层都有小小的1颗，这样它们就能够繁殖了。这种种植塔是不是想象中很贵呢？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一元店去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在一元店淘的，有的时候您可以在一元店里面发现惊喜，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不错的。这里有6个，也就是说6美元我就可以买到了。这些是我撒在地里的莴笋，小小的，但是发芽率还不错，都是自己收的种子。这几颗稍微大一点，是因为是在室内育的苗，再把它们移出来的。当时移出来的天气并不好，延缓了它们的生长，但是现在看起来还不错。这2颗也是移出来的莴笋苗，这些是长出来的塔塔菜。这几颗是去年种下的蒜，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粗壮了。这些零零散散的是香菜，很可怜吧，小小的，但至少比没有好。这2颗是生菜，颜值挺高的。
还有这2颗零零散散的是菠菜。这个菜床里有一小撮是德国芥蓝，当时是试种的一小块，经过冬天长得也不错。这些是零零散散长出来的心里美萝卜，发芽率实在是太低。这一棵是西兰花，是我在室内育苗移栽出来的。这些在地里面的是英国早餐萝卜，虽然它的发芽率也不高，但是大家已经看到有一点小小的萝卜露出头来了，太可爱了，但是也太小了。看看这风刮得有多大。这些也是西兰花，我的这几棵西兰花都是室内育苗，3月份着急的把它们移出来。虽然长得还不错，但是当时是罩了一个透明的盖子，是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，所以它们也抵御了风雪，在雪下面还长得挺好，现在也挺大了。所以那个透明的小工具其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。看看这颗小萝卜，这些是去年秋天我用葱头种的葱，现在已经快开花了，就像东北大葱一样，可以想象吗？它以前是小香葱，我种下的是小香葱，长得却像东北大葱一样。如果您不想留种子，就要把它剪掉，它就不会自己撒种子在地里了。这个菜床里面的菠菜长得还挺好，肥肥嫩嫩的。这些是小香菜。这颗西兰花就比较小了。这些在地里面的也是一些小的樱桃萝卜。小的樱桃萝卜它的生长期比较短，收获的也比较快，已经能够看到小小的萝卜头了。旁边的这一颗也是西兰花，基本上我每个菜床都种了3颗。这些是小苗的塔菜，你看它们还小小的，但是这个天气这么小，它已经有花苞了。忽高忽低的天气把整个植物都弄懵了。这个已经开始抽苔了，估计是没有机会长大了。我们这边来看看这些樱桃萝卜，小小的萝卜头，其实差不多都可以采收了，再长2天就可以采收了。有条件的想做暖棚的朋友，其实可以提前的用暖棚来栽种，现在就可以收成了。但是懒得弄，就没有做暖棚，就基本上是靠天吃饭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家现在长得最好的就是这些韭菜，肥肥嫩嫩的，可香了。早春的韭菜是我最喜欢的。绿油油的，特别漂亮。这几颗长得特别壮观的是韭葱，这个是像葱一样的收割。这个用葱头种植的韭葱已经有1岁多了。下面这些是金水菜，
和很多南方地区种植的朋友相比，我的金水菜实在是太小了，刚刚小苗，能够看到一些针叶的样子，还不到可以采摘的程度。在这旁边的是豆瓣菜，挺小的。这些就是去年秋天我种植的德国芥蓝，我们家上期介绍的菜坚强。你看是不是比上期介绍的时候又长大了不少呢？这旁边杂草里面是我的紫色羽衣甘蓝，去年秋天种下的小苗，然后就经历了风雪，没有死，但是也没有怎么长，还是蛮漂亮的。这里虽然有很多杂草，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我是撒的一些豌豆苗在里面，已经采收了2次了。虾面条特别好吃，自己种的豌豆尖又便宜又新鲜，而且味道特别的浓。这个时候正是种豌豆尖的时候，大家不妨也种一些。这旁边是我去年淘回来的蓝莓苗，您看是不是已经有花苞了？去年我拿回来的时候是半价，5折拿回来的，今年就已经开始开花了，要挂果了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那篇10月底11月初聪明购物的那篇帖子，您可以发现其实秋末您可以找到很多很划算的产品。这些郁郁葱葱的是什么呢？是我的枸杞苗，去年挂满了果实，您看今年已经开始长得郁郁葱葱，很茂盛了，期待今年能够挂上很多的果实。这样的保健果实家里越多越好。这一棵是我家的金银花，去年也开了不少的花，今年的清热解毒全靠它了。这一棵是我去年秋天修剪的苹果树，你看它拉的线都还在上面，固定的，让它整枝平平的，它就能够结不少的苹果，这样你也容易够着。五花大绑的苹果树发芽了。这是我们家的樱桃树，开了不少的花，但是因为前2天又下冻雨，天气突然降温，把它们都弄蒙圈了，直接掉了好多花，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樱桃可以吃。这一棵是车厘子树，它看起来和樱桃差不多，但是性价比来说，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车厘子。但今年的花开的并不多，可能是天气造成的。好啦，我们回室内看一看我育苗的有哪些蔬菜吧。虽然室外光秃秃的交了白卷，但是室内的育苗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有哪些的。首先大家来猜猜看这是什么？室内光线有限，植物的趋光性让它长得歪歪扭扭的，但是叶片大而健康，也开始有花苞了。请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植物？如果您猜到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，看看谁猜对了。首先我们来一个大合照，这不是所有我育的苗，但是整张圆形的桌子摆不下了，还是挺壮观的吧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分别来看看有些什么呢？这是一棵酸姜苗，我买到了紫色的酸姜种子，今年来种一下。这棵还是比较小的。然后这个是瓜苗、西红柿苗，这里也有一些辣椒。辣椒具体是什么品种，其实我已经把它搞混了。我必须改掉这个坏毛病，育着苗就忘了把标签移动了，所以只有到时候它结果才能知道是哪一种辣椒了。这一颗是茄子，这几颗是番茄苗，虽然它们是在一次性的杯子里面种上的，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很高了，而且已经开花了，很高了。因为没有办法支撑了，所以就让带子把它绑起来，避免它折断。这些都开花了。这些都是种在一次性杯子里面的。室内的光线确实是不太好，但是外面呢，刮狂风，太冷了。今天又是零下1度。本来外面的光线稍微好一点，可以给大家照得比较清楚，然后分开看一下这些苗育的怎么样。但是外面的风太大了，会把它们折断，所以就只有这样拍给大家看了。这也是一些辣椒，不同品种的辣椒。这个叶片上的焦边是因为我把它拿出去晒太阳，然后突然一下温度太高，晒焦边了，然后拿进来以后就恢复了。这些辣椒都开花了，给您看看我的辣椒。这是一颗灯笼椒的苗。我们从这边看看，这颗灯笼椒的苗已经长了一个大大的灯笼椒出来了。我几乎所有的辣椒都已经开花了。这一株也是满是花苞。这一颗是七彩椒，是以前我在超市看到一个观赏用的七彩椒，然后把它种好了以后留下的种子，育的小苗。这也是辣椒，然后已经有小辣椒出来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育的最多的都是辣椒小苗，因为育的比较早，所以它们基本上都开花了。这是刚才展示给大家的那颗灯笼椒，虽然它们都在小小的育苗盆里面，但是一点都不耽误它们的生长。室内的育苗灯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让它有充足的光照，所以它们的叶片都相当的健康，都开满了花。这一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熟悉，是去年秋天我留种的木耳菜，现在已经开始要结籽开花了。但是呢，下面分出来的小苗
我们可以直接天气热了以后可以直接栽种，它就不会开花。这一颗我就准备拿来留种子。这一颗是我水培的红薯苗，天气热了就可以把它移栽出去了。每一株都是有根的。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给红薯育苗的朋友，可以去搜一下我频道里面给红薯育苗的视频，非常的简单，而且红薯苗很健康。这些是我育苗的花生，还有一些瓜苗和玉米。4月底大家可以育苗一些夏季的瓜类作物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相信3月份大家都比我种得好，大家都有一个丰收的早春。希望下个月我能做得比这个月好。谢谢大家耐心的收看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